快用力呀！孩子马上就看到头了，对，使劲儿！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是个闺女。怎么又是个丫头片子？这都第5个了！你个不争气的小贱人！我们家娶了你，简直是倒了8辈子霉了！你是想让我们家老三绝后啊？早知道你连个儿子都生不出，当初就算你们家不要聘礼，我也不会让我们家老三娶你过门的。真是晦气！娘，我下次肯定能给三郎生出儿子的，请您不要生气了。生出儿子？你可拉倒吧！你都生了5个赔钱货了，再生指不定还是个赔钱货。你怀胎10月，老娘好吃好喝的供着你，最后还是个丫头片子，中看不中用的货。除了长了一副狐媚样，整天会勾搭男人外，你还会干什么？下蛋倒是勤快，就是没有一个中用的。这丫头片子我看也没什么用，你就别管了，我一会儿处理了就是了。娘，求您不要扔了这孩子，他才生下来，现在天气又冷，您要是扔了他，他肯定会没命的。我可以不坐月子，一天吃1顿饭就行，我们娘几个吃不多的。娘，我求你高抬贵手吧。哎呦，亲家老姐姐，这孩子好歹是一条命，你就发发慎心养着呗。等孩子大了，说不定能说门好亲事，你还跟着享福呢。享福？你觉得我还能享一个丫头片子的福？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，你说这话你相信吗？你少在这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要是觉得这丫头片子好，你抱回家里养着去啊。行了，刚刚就当我多管闲事，你们家的事儿我才不管呢。你快给我接生的洗钱，我忙活了半天得回家了。你接生出来个丫头片子，还有什么脸面要接生的洗钱？我说你这也太不讲理了吧！你们家儿媳妇怀里揣了个丫头片子，我咋可能给你们接生个带把的出来？我还真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3天了，说起来也是倒霉。本来听领导的出个差太晚了，随便找个宾馆，半夜凑热闹看捉奸，谁成想看个热闹还被抓奸的砸中了脑袋。再醒来就到了这里。这原主也叫秦朗，媳妇儿一连生4个闺女，这第5个。靠，这老天爷该不会是在和我开玩笑吧？反正已经回不去了，这原主留下的烂摊子，只能我这个倒霉蛋来收拾了。儿啊，是娘对不起你。当初要不是娘贪图便宜，给你娶了这么个女人回来，你也不至于会连续生5个丫头片子让外人看笑话。你真要绝了后，娘将来下了地都没办法跟秦家的列祖列宗交代。娘当初就该给你花钱娶个屁股大好生养的。这秦老太太可不是个省油的灯，这秦老太太干的那些事儿，我都觉得心塞。原主也是个拎不清的糊涂种，一直都是秦老太太说什么她做什么，丝毫没有一点主见。这就是薛若薇。长得倒挺漂亮的，就是这原本的秀才之女，现在变得脸色蜡黄，身材瘦弱，没有一点刚刚生产完的丰腴模样。三郎，你救救咱们闺女吧，她才刚出生，娘要是把她给扔了，这么冷的天气，她肯定活不下的。她吃的少，我也可以少吃点的。再不济，你把我卖了吧，只要你们能养着这个孩子，让他平安长大，我情愿被卖。而且卖了我还能给三郎换些聘礼钱，你可以再娶一个，我没别的要求，只求你后娶进门的能好好的对待几个孩子。多好的女人，这要是放在后世哪里去找啊？原主真不是个东西，造孽呀！你刚生完孩子，不能见风，不然会落下病根的。赶紧躺下休息吧。老三，你是不是被气糊涂了？一个丫头片子，这已经是第5个赔钱货了。娘知道你也是怕人笑话你，你放心，娘一定想办法让你有个儿子，绝对不会让你绝后的。儿女都是命，不管是闺女还是儿子，只要是我的孩子，我都喜欢。这也不发烧啊？难道是因为又添了一个丫头片子被刺激到了？这女人真是个丧门星！我儿子要是因为这个臭丫头得了失心疯，我肯定活埋他。虽说这年代重男轻女，但是要活生的埋了一个孩子，这得是有多恶毒的心肠啊！看起来像个小猴子，不过倒是挺可爱的。这包裹布已经洗得发白褪色，硬邦邦的，但好歹也能御寒。家里就这条件，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上一世我已经30岁了，但也没结过婚，也没有孩子。这一刻，外面太冷了，你们母女俩靠在一起会暖和点。这孩子一看就随你，将来肯定好看。我嫁给他这么多年，他从来没说过这些话。算了，只要他们不把孩子扔出去，给孩子一条活路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老三，你今儿到底是咋了？一个丫头片子又不是儿子，用得着这么上心吗？娘，无论男女，只要是我亲生的，我都喜欢。你以后不要再说把我的孩子丢弃和活埋这种话了，毕竟坏事做多了是要遭报应的。若薇刚生完，身体虚得很，我去给她弄点吃的。娘，你出去吧，不要打扰她休息了。哼！别人穿越不是系统空间就是金手指，这3天我摸遍全身，毛都没一个。都说强者不抱怨环境，凭什么别人穿越吃香的喝辣的，我穿越连自己都养不活，还得养活一家老小？这是原主的3个女儿，
现在是我的了。我说今天怎么没看到他们？原来是躲在厨房里了。这炉子早就灭了，冷成这样还躲在这里。爹，我们没有偷懒，今天外面下雪了，天实在太冷了，山上也挖不到野菜，我们才躲在这里的。求求爹不要打我们！这原主真是畜生啊！爹，娘是不是又生了个妹妹？我们今天可以不吃饭的，求爹和奶奶不要把妹妹扔了，二丫可以照顾妹妹的，我们也可以照顾妹妹的。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家庭啊？居然有这么懂事的让人心疼的孩子。行了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不会把妹妹扔了的。你娘刚刚生完孩子，需要补一补，我来给她做点饭，你们给我一起帮忙，好不好啊？只能这样和孩子们慢慢拉近距离了。但我这厨艺还算不错，可我实在是打不着火呀。这打火石我是真不会用啊。我可以帮爹烧火，二丫最会烧火了，烧火好啊，烧火暖和，身子一暖起来就没那么饿了。好，那二丫就帮爹烧火，等会儿我多做点饭，咱们一块吃，乖。就这米缸面缸增光瓦亮的样子，怕是连老鼠都不肯光顾吧。这么冷的天，上哪里去找点吃的去啊？这东西倒是能吃，但是若薇刚刚生完孩子，光吃地瓜肯定是不行，而且这玩意儿吃多了伤胃啊。你们现在在家里待着，哪里都不要去，外面太冷了，我去想办法弄点吃的。二姐，爹已经好几天没打我们了，你怎么还哭了呢？难道不应该高兴吗？因为家里已经没有米粮下锅了。你们还记得大姐吗？也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，因为家里没有米粮下锅，被奶奶给卖了。这次怕是轮到我们了。好了，你们别哭了，我是姐姐，爹要是非卖的话，也是先卖我。只是你们两个以后要懂事点，可千万不要惹爹和奶奶他们生气。冬天不比别的季节，而且赶上这大雪封门的鬼天气，想出门找点吃的也不太现实。秦家名义上是没有分家，但是因为若薇接连生了几个小丫头，遭到了秦老太太的嫌弃，就把我们一家子给分出来了。老太太既想要3房的地，又不舍得原主这个劳动力，其他什么都没给。老太太只喜欢长房长孙，就不断的从原主身上吸血。三郎还没吃饭吧？赶紧坐下来吃点儿。我就不吃了，毕竟我媳妇儿孩子还饿着呢。家里没有米粮下锅了，娘给我拿点粮食吧。一个中看不中用女人，还有几个赔钱货，吃什么吃？净浪费粮食，饿上个3顿2天的也死不了。娘，你也是女人，怎么就对女人有这么大的敌意？再怎么着，她们都是我媳妇儿和孩子，我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她们饿死吧？若薇就算生的都是女孩子，那也是咱们家的血脉，是我的闺女。你总不想让这事儿传出去，说你苛待儿媳妇和孙女，想故意饿死你们，落个恶毒的名声吧？老三，我可是你娘，你个不孝子！秦老太太毕竟是原主的娘，对她我还要顾及着这个时代的孝道。是啊，老三，怎么能这么跟娘说话呢？但是对待这个大哥，我可没必要这么好的脾气。娘这可都是为了你好，弟妹一连生了5个赔钱货，让咱们秦家的脸都丢光了，饿他个3顿2顿的，又能怎么样？家里什么好处都让大哥得了，你自然站着说话不腰疼了。要是秦望能少花点家里的钱，咱们家也不至于穷成这个样子。为了供秦望读书，全家勒紧了裤腰带，我更是连女儿都卖了。你还好意思一边吃着家里的饭，一边说这种风凉话？老三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秦望可是咱们家的独苗，又是个读书人，将来家里可全指着他呢。你连个儿子都没有，指不定将来还要指望我们家望儿给你养老送终呢。岂是你家那几个丫头片子能比的？等将来望儿功成名就了，你们也能跟着沾光。大哥，你说话还是注意着点好，小心风大闪了舌头。要是秦望的那些同窗们知道他是靠卖了自己的妹妹给他教的书修，你觉得他在学堂里还能待得下去吗？老三，你这话是在威胁我吗？哪能啊，我不过是就事论事，不能所有的好处都让大哥得了，还在这里说风凉话吧？我今天是来拿粮食的，娘，您就说给不给吧。行了行了，够了，给老三拿点粮食。他媳妇儿刚生产完，你这做婆婆的也尽点心，省得传出去坏了家里的名声。娘，就这么点粮食，还不够我们一大家子塞牙缝的呢。你再多给我点，也省得我天天找你来要粮食，你也麻烦不是？这么多粮食还不够你们塞牙缝的，你们的牙缝也太大了吧？儿啊，咱家粮食也不多了，年后望儿学堂里还要教束修，这要是都吃了，拿什么给他读书啊？这我不管，反正我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媳妇儿和孩子们饿死。再给我多装点，不然我明天还得来。行了行了，不能再多了，这些粮食足够你们吃上好几天的了。哎，老三，你放心，你是娘的亲儿子，娘啥时候都不会饿着你的。你要是吃不饱，就到家里来吃。至于你们家那几个赔钱货，维持着饿不死就行。这些粮食应该能维持个几天，先见好就收吧。若薇和孩子们等着这些米下锅呢。娘，我不要粮食也可以，不过你得再给我拿几个鸡蛋。若薇她刚刚生产完，需要补充的营养，光喝这些稀米汤肯定是不行的。什么？她生了个赔钱货，居然还要吃鸡蛋？老三，你脑子是不是被门夹了？鸡屁股里下的那几个蛋，我还要拿去换钱呢。
平时连我的宝贝孙子都舍不得吃，你媳妇儿就更别想了。看来来硬的是不行了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这时候只能上茶艺。娘，我知道就连你也看不起我生了5个闺女，我没有大哥大嫂好命，等我将来老了死了也没人养老。就咱们家这条件，如果若薇出了事，我想再娶一个，怕是比登天还难。那若薇这样有什么3长2短，我也不活了。谁让我从小就没大哥讨人喜欢，娘不疼，爹不爱呢？老三啊，你也别怪娘，家里就这么个条件，咱们一大家子的希望都在旺儿身上。将来他若是能考取个一官半职，咱们的苦日子也就到头了。你以后跟你大哥说话也要客气点，别惹他，毕竟他才是旺儿的亲爹。好嘞，娘，那我就先回去了哈。三弟什么时候学会了偷鸡摸狗这一套了？咱们家旺儿可是读书人，将来可千万不要给旺儿丢人才是。大嫂说这话怕是不妥吧？三哥是家里的一份子，三嫂和几个孩子还在家里等着吃饭，他从自家拿2个馒头而已，怎么就成了偷鸡摸狗了？狼，你行了，不就是2个馒头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吃个饭还不安生？怎么了？是不是太冷了？咱们这就点火做饭，吃完饭身上就暖和了。饿坏了吧？你们先吃点，垫垫肚子，饭很快就做好了。爹爹这是怎么了？条件实在是太有限了，只能先这样了。你吃完了好好躺下休息。爹爹，怎么样？都吃饱了没有？爹爹，我们都吃饱了。行了，吃饱了，你带妹妹们出去玩吧，爹来收拾一下。爹爹，我来刷碗。不用，你们玩去，这锅碗我来洗。娘，这就是小五吗？长得真可爱。可爱有什么用？终究是女孩子，都怪娘没用，生不出男孩。娘要是能生出男孩来，也不至于让你们几个都跟着受委屈了。你过来让娘看看，看着倒是精神。你们有没有吃饭？吃了，肚肚好饱。你告诉娘，咱们刚刚吃的饭是你奶奶他们送来的吗？不是，是爹亲自做的，二丫还帮着烧火了呢。咱们家不是已经没粮食了吗？你爹哪里来的粮食做饭？我也不知道，大概是跟别人借的吧。随便吧，只要不是想把我们娘几个卖了就行。你刚生完孩子，屋里怕是会冷。这样，你起床或者是给小家伙换被窝都方便。现在咱家条件不太好，用尿布怕是用不起，所以咱们暂时在孩子屁股上垫些草木灰吧。我也心疼小五，但是现在没办法，这么冷的天，如果不用草木灰，孩子被褥湿了就要遭罪了。我是不是在做梦？不会一眨眼就醒了吧？怎么不睡觉？一直看着我干嘛？我脸上有东西。她好漂亮，让人如沐春风。怎么了？可是想要方便，我去把公梨给你拿过来。没有，你鼻子上沾了灰，我给你擦一擦。三郎，我刚刚生完孩子，身上脏，你若是沾染了，会很晦气的。在他眼里，我原来是这么禽兽不如的人吗？就算再饥不择食，也不能对一个刚刚生完孩子的女人下手啊！你刚生完孩子，收起那些不该有的想法，赶紧睡觉。讨厌，我什么时候有这种想法了？明明是他看着我的眼神太过露骨。昨日讨来的粮食尚存些许，缺馒头鸡蛋，只能熬稠粥。雪一停，不能干等，只靠秦老太的粮撑不了多久。爹出去一趟，你们照顾好娘和妹妹。村名叫石坳村，顾名思义，四周三面环山，去山里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逮到猎物。就赌这一次。这头野猪不算特别肥，估摸着有100多斤，我应该还是有点穿越者的气运在身上的。这一地的猪血，可别引来更凶的猛兽。哎呦，这下山的路窟比上山的路滑多了，我得走慢一点。
你个小贱人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，你还赖床上不起？家里一堆活你看不到吗？你不起来干，难道指望我儿子去干吗？是三郎让我在屋里待着的，他说外面天气冷，怕我落下病根。生个赔钱货你还金贵上了。薛氏，你早已经不是秀才之女了，要不是当初我们家秦郎肯娶你，你早就跟你那爹娘一块流放了。你嫁到我们秦家这么多年，白吃白喝不说，带把的连个带把的都生不出来。行了，我也不跟你废话了，我给五丫头打听了个好人家，人家愿意出2斗米和2尺花布作为奶水钱，你赶紧给五丫头收拾收拾，一会儿我就把孩子送过去。娘，小五他才刚出生，经不起折腾的。您说的那户人家我也听说过，那夫妻俩根本就不是正常人，您不能把他往火坑里推啊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人家可是正经人家，人家愿意收养个丫头片子，那是五丫头的福气。薛氏，你可别不知好歹。娘，这事你不能擅自做主，这是我和三郎的孩子，哪怕是女儿，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三郎他不会同意的。你要是把小五私自抱走，三郎肯定会生气的。你少拿我儿子来吓唬我，我们家三郎向来听我的话，怎么会为了一个丫头片子跟我生气呢？是啊，秦朗一定不会拦着的。难道我的小五真的保不住了吗？哭，你就知道哭，会气死了。既然孩子要送人，就麻利点儿。既然孩子要送人，就麻利点儿。儿啊，你回来了，娘这不是给五丫头找了个好人家吗？难得人家不嫌弃五丫头是个女孩子，还愿意给2斗米和2尺花布作为奶水钱。正好你回来了，你就抱着孩子跟我一块送去吧。你又想卖我闺女，要不你干脆把我一块卖了得了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娘这可都是为了你好，家里养一群赔钱货，除了浪费粮食有什么用？娘，这么多年我为这个家没少出力吧？农忙时我一个人干全家的活，农闲时我去城里扛大包修院墙，什么脏活累活我没干过。住口！我赚的那些血汗钱足够养活若薇他们娘俩了，可您哪为了供大哥家秦望读书，你硬是背着我卖了我的大丫。我不是个东西，既没有做到一个尽丈夫的职责，也没尽到一个当爹的责任。我以前只是一味的听你的话，把所有的心血和精力都投入到大哥一家身上了，让他们娘几个受尽了委屈。哼，我知道娘疼大哥一家，可我同样也是您的儿子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心疼我呢？难道就因为我没有儿子吗？旺儿可是咱们家唯一的男丁，你这做亲叔叔的多出点力怎么了？将来等他考中功名，还能亏待你这个亲叔叔吗？你家里生的都是丫头片子，将来都是要嫁人的，你老了能指望谁？还不是得指望着旺儿吗？亲儿子还指望不上呢，我还能指望的侄子养老吗？有大哥大嫂这个亲爹亲娘在，旺儿的事以后用不着我这个做叔叔的多管闲事。现在我想清楚了，以后我们就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。我要把我的几个女儿精心养大，将来他们若是愿意嫁人，我就给他们找个好婆家；他们要是不愿意嫁人，那就留在家里。等将来我和若薇老了，就招个上门女婿。秦老三，你个混账玩意儿，你这是翅膀硬了，还招养女婿？那女婿终究是外人，哪里能比得上旺儿？你赶紧给五丫头收拾收拾，今天这话我就当你是在放屁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我是不会把我女儿送人的。谁要是敢私下里动我闺女，别怪我跟他鱼死网破。你若是真要跟我撕破脸，那咱们就好好算算这些年的总账。这么多年了，三郎从没有为我们如此说过话，今天却为了我们娘几个跟秦老太太这么说，难道是我这些年一直错怪了三郎？让秦望上不成学。赶紧躺下，外面的天太冷，别冻着你和孩子了。我走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？这天寒地冻的，若是伤了身体，将来受罪的还是你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把小五送人的，这些事儿都交给我来处理。也许我这次真的可以信任三郎，兴许他真的能庇护住我们母女几人。你回去吧，刚刚我的话已经说得够清楚了。大哥大嫂都有手有脚的，他的束修本来就该由他们操心，我这做叔叔的就不掺和了。当然，将来秦望若是真的出息了，我也不会巴巴的往上贴。对了，还有若薇当年陪嫁的那些书籍，你让秦望尽快还回来。什么？你让旺儿把那些书交出来？旺儿可是个读书人，在书院里可全靠着那些书撑脸面呢。脸面？一个想要吞占婶婶嫁妆的人能有什么脸面？娘，您心里清楚，当初要不是薛家落难，不仅不要聘礼，还搭上古籍等作为嫁妆，让我捡了个便宜。当初秦望从若薇这里拿走那些书本时候，也只是说了借，既然是借，就没有不还的道理。娘，我给你们半个月的时间把那些书本还给若薇，要不然大家鱼死网破。反正我不考功名，也没有儿子，更不讲究什么脸面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别吓着若薇和几个孩子了。你是真疯了！过来，到爹这里来。你们两个丫头站在门口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外面冷，为什么不到屋里来？我们看奶奶挺凶的，有点害怕。以前都是爹不好，没有保护好你们几个，但是你们放心，以后不会了。爹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们，等爹赚了钱，也一定会把你们大姐赎回来。三郎，你说的是真的，没有骗我们吗？你真的会把大丫赎回来？
你放心，我说到做到。你现在还在坐月子，先好好休息，不要多想多思。我先去给你做饭，你们跟我去厨房帮忙，爹需要你们帮忙。好嘞，慢着点，别摔着。也许未来的日子还是有盼头的。爹，这是什么？笨蛋，这是野猪，好大一头啊！肉肉，思雅要吃肉肉。这是野猪，爹今天上山打的。不过你们不要告诉别人，特别是你们奶奶，要不然咱们可就没肉吃了。你们给爹帮忙，爹给你们炖肉吃，好不好？好。幸亏回来的时候就听到了老太太的声音，特意把野猪放在厨房里了。毕竟秦家那边还有一大家子，现在我还是秦老太太名义上的儿子，一个孝大过天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剩下的明天拿到酒楼，看看能不能卖个好价钱。现在家里太需要银子了，家里除了油盐之外，连个香料都没有，只能把猪肉放在冷水里浸泡半个时辰去腥了。这半个猪腿都给这几个小丫头好好补补身子。慢点端，小心烫。你们先吃着，爹爹去给你们娘送饭。三郎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，这是哪里来的肉？我今天去了一趟山里，运气好，碰到了一头100多斤的野猪，我把2条后腿留了下来，咱们自己吃。剩下的明天我带到城里找个酒楼卖了，到时候再换点粮食回来。以前都是我不好，没有照顾好你们母女，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，绝对不会让你们跟着我受委屈。那你今天说要把大鸭赎回来，也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等我手里攒了足够的钱，就想办法把大鸭赎回来。你的嫁妆我也会替你讨要回来的。以后咱们不管别人怎么样，关起门来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。好，我相信你。不过那些嫁妆都是身外之物，我倒是不在意，只要能把大鸭赎回来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怎么能行？那些书是岳父留给你的念想，是一定要拿回来的。这事儿你就不要操心了，交给我就行了。赶紧吃饭，吃了饭好好休息，听话。你们怎么不吃？是不是我的手艺不太好，做的不好吃？不是，我们在等爹一起吃饭，爹没上桌呢，我们怎么能先动筷子？多懂事的丫头啊，简直是贴心小棉袄，不比那些小子强吗？三郎最近感觉坚毅了不少，感觉像换了个人一样，明明还是那个人啊。这几天他都没休息好。娘子，你现在还在坐月子，可千万不要惹火，不然我真要干出什么畜生不如的事来，你可别怪我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就是看你脸上有脏东西，想帮你拿下来而已。是吗？我记得自己临睡觉之前是洗过脸的，难道是我没洗干净？是什么样的脏东西要娘子的手在我脸上来回的抚摸？难道娘子不知道临睡觉之前的男人是经不起撩拨的吗？三郎从来没说过这么露骨的话呀。你是不是睡不着？大概是白天睡多了，晚上睡不着。这2天我感觉像在做梦一样。我生了个闺女，你不仅没有怪我，还愿意好吃好喝的照顾我。我什么闺女儿子的，只要你们母女平安，比什么都强。以前是我魔怔了，总觉得儿子能传宗接代，可是就咱们家这条件，祖祖辈辈都穷得这么稳定，要儿子有什么用？咱们家又没有皇位要继承。三郎，你可不要乱说，什么有没有皇位要继承的，这话可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敢胡乱说的。我爹就是考场上犯了陛下的忌讳，才被发配到北疆的苦寒之地。怎么又哭了？我知道错了，以后不乱说了。你放心，我在外人面前肯定会谨言慎行的。咱们俩关起门来说的话，谁会知道？除非有人躲在咱们床底下。咱们把几个女儿抚养长大，给他们找个好人家，等将来老了，也不用费尽心思的给他们盖房子、娶媳妇儿。所以，为什么非要费尽心思的要儿子呢？这回趁着小五出生，一块把几个孩子的名字都取了吧，总不能一直丫头丫头的叫着。有了名字，他们都能活得堂堂正正的。都听三郎的，你是孩子的父亲，这名字你来取吧。你容我想想，我这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好。你是读过书的，又是孩子的娘，咱俩一起想吧。三郎，我这一时半会儿脑子里乱哄哄的，也想不起什么好名字来。我这里倒是想了几个名字，你要不要听听？三郎毕竟没读过书，能取到什么好名字？舒月、舒云、舒瑶、舒芷、舒宁，这5个名字怎么样？希望咱们5个闺女将来的日子能过得舒展、安逸、从容，更希望她们能身心自由、心境平和，远离烦恼。这还是三郎吗？他怎么会起出如此有水平的名字？难道他不满意我起的名字？也是，若为是书香世家，还是由他来取更为稳妥。你要是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，我还可以再想其他的。好听，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好听。可
这名字你是怎么想到的？我记得你并不识字啊。差点忘了这件事。不过他们总要慢慢适应我的改变，我得把自己识字这事过了明路，以后的事情才好办。其实我也不是完全不识字，就是没正儿八经的上过学堂。以前咱们村里有个教书先生，我经常往他家里跑，也跟他学过几个字，我记住了几句，那不是很正常的吗？以后你教我认字吧，多学习点知识总归是好的，将来出门也不会被人骗。好，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嫁个门当户对的读书人，没想到三郎马上30岁了，还有这份心气。若是放在后世，我这种理工男都是大半夜工作，白天睡觉，7点之前才不会起床。这小丫头倒是睡得安稳。瞧你这出息，自己老婆有什么看不得？今天我要去趟城里，把剩下的野猪肉卖了。等我回来，给咱们家小五买几片尿布。虽说这草木灰不红屁股，但是毕竟不卫生，尤其是女孩子更该注意点。还是买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吧。家里的其他几个孩子都是这样过来的。咱们家缺粮食，不是当娘的不疼闺女，实在是我们家条件有限。若是三郎真能搞些钱回来，最主要的还是解决我们一家子的生计问题。这个你放心，我肯定会优先买些粮食回来的。我先去做饭，今天早晨我多做一些。中午我若是回不来，你就让二丫把饭热一热。听话，你是产妇，受不得饿。像秦家这样的穷苦人家，大多数一天只吃2顿饭，但是若薇刚刚生产完，还要给孩子喂奶，肯定饿得快。我尽量早晨多做一些饭，她饿了好歹能垫垫肚子。粗茶淡饭也香甜，不问你来自何方，只知你在我心上。好了，孩子们，去休息休息吧。不行，我们要帮爹爹的忙。我们走了。咱们家的几个丫头长得真漂亮，不过女孩子要讲究卫生，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的才好，好不好？爹。昨天我和你们娘商量了一下，想给你们正式起个名字，二丫以后叫舒云，3丫叫舒瑶，4丫叫舒芷，怎么样？好不好听？舒瑶、舒云，这个名字好好听，像天上的云朵一样。爹，我喜欢这个名字，以后村里人就不会二丫的喊我了，我也有正式的名字了。好听。爹，您给大姐和小妹取名字了吗？她们叫什么呀？你大姐叫舒月，你小妹叫舒宁，你们的名字里都有个舒字。爹希望你们一辈子能活得舒坦随心。我进城一趟，家里就辛苦你了。二丫，看好妹妹们，照顾好娘亲。听说张南县以前叫平原县，几十年前闹饥荒，许多年轻力壮的人为了活命都逃到外乡去了，只剩下一些老幼病残。朝廷要派官员前来治理这个县城，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到这穷乡僻壤的地方来。当时只有张南县令主动请用，他历经图治几十年，把县城救活了就累死。百姓为了纪念他，才改名叫张南县。可就算是这样的好官，也还是有无数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。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天下，我先照顾好自己的小家。热气腾腾的包子嘞，刚出炉的，真热闹啊！这才有烟火气，让人郁闷了好几天的心情一下子开朗了许多。生活还是很美好的。客官，您是要吃饭吗？咱们这儿最便宜的一碗面要20文钱。小二哥有理了，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我是来卖野味的。不知道你们这里收不收山里的货？啊，原来是卖野味的。这个咱们酒楼倒是收，就是不知道你这货好不好。您放心吧，我这是昨天才从山上搞下来的。你们这里若是需要，可以先验验货，要是合适你们就留下，不合适我就带走，再去别家问问。行，那你跟我到后面来吧。陈师傅，这个人说有野味要卖，您可以看看货。您看看，这野猪的内脏和血水我都已经清理干净了，剩下的可都是好肉。既然你都大老远送过来了，我就收下了。虽说是缺了2条后腿，但是内脏和血水那些不值钱的玩意儿你也处理掉了。我们四海酒楼做生意向来诚信公平，这样吧，我给你25文1斤的价格，你看如何？陈师傅，您看这大冬天的能打到头野猪不容易，况且我可是把内脏都清理干净了的，这个价格是不是太低了？我们都是庄户人家，打头野猪也不容易，您价格再给的高一点吧。虽说你说内脏是清理干净了，但是2条猪后腿你也留下了呀，那可是整头野猪最精华的部分了。哎，算了，我看你这大冬天的也不容易，这样吧，我给你28文1斤，不能再高了。谢谢陈师傅，以后我若是打到好的野味，还送到你们酒楼来。一共是1736文钱，你跟着店小二去找掌柜的拿钱去。客官，一共1736文钱，您慢走。
一点心意，您拿着。您这是？多谢小二哥了，要不是小二哥帮忙引荐，我这野猪肉怕是卖不出去。以后再有这样的生意，还得劳烦你多多帮忙呢。其实我也没帮上什么忙，这钱您还是拿回去吧。您就不要跟我客气了。不瞒您说，我媳妇儿刚生完孩子，缺一笔钱，您帮我引荐陈师傅，已经帮了我大忙了。若是换成旁人，看我穿得破破烂烂的，早就给我赶出去了。我叫秦朗，以后若还有这样的生意，还请您多多帮忙。我叫九两，以后打到什么稀罕物，尽管送到我们酒楼来。若薇还在坐月子，光吃粗粮肯定是不行的，还是要补充点营养。几个孩子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。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大事了？怎么城门口围着这么多人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咱们县太爷请了戏班子，后天要在土地庙门口唱大戏呢。是县太爷家中有什么喜事吗？那倒不是，咱们县太爷说了，今年风调雨顺，多亏了土地爷的保佑，希望来年能更加风调雨顺，百姓能和乐平安。多谢小哥告知。咱们县太爷可真是个好官，若是唱大戏，那必然会有很多人，有人流量就有市场，若是能趁机做点小买卖，也能度过眼前的危机。爹，您来了。大冬天的这么冷，谁让你在外面洗衣服的？你年纪这么小，冻伤了怎么办？爹，我没事儿的。都已经这样了，还说没事儿？你这丫头怎么回事？爹走的时候是怎么交代你的？只要照顾好你娘，看好妹妹们就行了，这些活不用你干。三郎，你别生气，这些衣服都是大嫂拿过来的，都怪我这身子不方便，要不然也不能大冷天的让孩子干这种活。欺人太甚！走，我们先进屋。这是爹买给你们吃的，看娘干什么？赶紧吃，这可是肉包子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既然是爹买给你们的，就赶紧吃吧。耶，吃肉包子啦！若薇你也吃，这几天天天都是米粥，一点营养都没有，你还得奶孩子，那点米粥哪能吃饱？三郎，别光顾着我们，你也吃。你们娘几个先在屋里待着，我去处理点事情。老大家的，这火盆里的火烧的还旺着呢，你省着点吧，家里的柴火可不多了。等我大孙子回来，还要天天沐浴洗澡呢。娘，等将来咱们家旺哥考取了功名，这点木柴算到了什么？到时候咱们就烧那金银丝的红罗炭，您到时候可是咱们家最尊贵的老太君呢。现在何必在乎这点木柴？老大家的这话说的倒是不错，不过那也是将来的事儿了。年后旺哥学堂里还要教束修呢，你这当娘的也得上点心。娘，这些柴火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你回头让三弟和五弟上山再去砍点不就是了？大嫂，你倒是慷慨，这么冷的天气，你咋不让大哥上山去砍柴呢？合着就我和三哥是大冤种是吧？老五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可是你大嫂子，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？将来等我们家旺儿考取了功名，还能忘了你这个五叔不成？让你干点活怎么了？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都是我和三哥干的。秦旺在学堂里读书前前后加起来也有7、8年了，到现在连个童生也没考上。真要等他当上官老爷，估计爹娘早就埋土里了。为了供秦旺读书，二姐早早的嫁了出去换彩礼，四哥入赘到了贺家，我至今都没娶上媳妇，三哥甚至连自己的女儿都卖了。你有什么好指桑骂槐的？我知道你有怨言，但是你三哥都没说什么，你在这里打抱不平的什么劲儿？三哥，大嫂说的对，大嫂说的对，以前的事情都是犯蠢，以后秦旺的事情跟我无关，你们别想再从我身上吸血。老三，你个不孝子！还有秦旺从我媳妇那里拿走的书籍和孤本，半个月内通通都给还回来，要不然我不介意亲自去趟县区。老三，不就是用了弟妹几本书吗？那些东西留着也没用，还不如给旺儿撑人面呢。你至于这样对大嫂说话？我的天爷哟，这闪什么？老三，你发的哪门疯？这么冷的水怎么能浇到你大哥身上呢？这要是得了风寒，还不是要花钱吃药？娘，你疼大哥，我也心疼我的女儿，他们凭什么大冬天的指使我闺女给他们洗衣服？我警告你们，以后若是再让我发现你们指使我闺女当牛做马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老三呐，不就是洗个衣服吗？以前你家的那几个丫头不是也常干吗？你就算不愿意，好好说就是了，何必发这么大的火？我只告诉你们一句话，以后谁敢祸害我女儿，我就让他加倍偿还，也别想着在背后搞什么幺蛾子，我到时候都算在秦旺头上。到时候他要是读不了书，可不要怪我。三哥威武啊！老五，你闭嘴！你在这里瞎起什么哄？老三，爹知道这些年你受委屈了，但是你也知道，
咱们家只有旺哥一个男娃，家里出一个读书人不容易，年后旺子就要考童生了，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闹什么幺蛾子，要不然你如何能对得起咱秦家的列祖列宗啊？既然爹知道这么多年我受委屈了，就该想方设法的弥补我，而不是让我像以前一样继续受委屈。能不能对得起秦家的列祖列宗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不能对不起我的媳妇儿和女儿。说过的话我不想再重复，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，拿回若薇陪嫁的那些书籍，还有以后你们谁再欺负我媳妇儿和孩子，我跟你们没完。那怎么行？咱们是一家人，你亲侄子上学堂。大哥倒是提醒我了，年后咱们正式分家就行了。这么多年我为家里当牛做马，家里的钱和物我至少要拿一半。老三，你口气也太大了吧？咱们家弟兄4人，你自己就要一半，你也不怕撑死？大哥大嫂这么多年趴在我们兄弟几人身上吸血都没被撑死，我不过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怎么就能撑死呢？大嫂，你现在想起来说起咱家弟兄了，当初老四被迫入赘，你当时恨不得要与老四断绝关系，再加上这么多年家里家外的活都是我和老五干的，至于你和我大哥嘛，不是腰疼就是腿疼。老三，我给你们秦家生了唯一的孙子，就是家里最大的功臣。想当初我为了给你们老秦家生下男丁，还坏了身体，再也不能生孩子了。你们如今见我没用了，都来欺负我。你这么能装，就该到那男曲班子里去唱戏，肯定是个角儿。收起你的神通吧，我不吃你这套。你生的是自己的儿子，延续的是你的血脉，别把什么都扣在别人头上。你要是不想让我再说出什么难听的话，就给我闭嘴！你要是不想让我再说出什么难听的话，就给我闭嘴！哎呦，老大，你赶紧回屋去换身衣服，一会儿墨要冻坏了，不然还得花钱。老三不会来真的吧？他要是真分家撂挑子不干了，可怎么办？家里地粮那些活可全指望着他呢。不会的，老三一向懂事听话，不会真撂挑子的。我估计是他媳妇儿又生了个闺女，心情不好。你以后也别太区别对待了。老三媳妇儿还在坐月子，你多少也上点心，让老三感受到咱们也是重视他的。他进门这么多年都没给咱们家生下一个带把的，我没把他赶出去就不错了，还让老娘上赶着伺候他，想得美呢。让你去就去，怎么这么废话？要是哄不好老三，他真撂挑子不干了，你指望着我这老胳膊老腿的下地干活吗？我这招谁惹谁了？你们凭什么都朝我发火？这肉包子可真好吃，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吃到呢。要是以后顿顿都能吃上肉包子，那可就太幸福了。咱们家穷，你爹好不容易买了几个肉包子，自己都没舍得吃，你这丫头解解馋就行了，做梦也不敢想这么好的事儿。谁说做梦都不敢想这种好事啊？不就是肉包子吗？你放心，用不了多久，爹就能让你们天天吃上。好呀，以后天天吃肉包子。三郎，这么冷的天，你刚刚干什么去了？没干什么，就是把他们的脏衣服还给他们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若薇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知道之前是我亏欠了你，已经造成的伤害，无论我说什么都弥补不了了。但是以后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娘几个再受委屈了，所以你自己也要支棱起来。将来咱们不靠他们，就算秦望功成名就，跟咱们也没关系。你不必害怕他们，更不用对他们卑躬屈膝的。以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一切有我呢。三郎，秦望可是秦家唯一的男丁，大哥大嫂那里我倒是不害怕得罪他们，我是怕因为这事伤了爹娘的心，惹他们不痛快。你不用有这个顾虑，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，等年后开春咱们就分家，各过各的。三郎，这样会不会不太好？其实你没有必要为了我们娘几个做到这个地步，我怕到时候村里人会在背后说三道四的。都说家和万事兴，我不想三郎因为我而被人骂。所谓家和万事兴都是有前提的，父爱则母敬，母敬则子安，子安则家和，家和万事兴。若薇，凡事都是有因果的，父慈才能子孝。若是不论对错一味忍让，不管父母对错都照单全收，那是愚孝。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跟着岳父读了几年书就变得迂腐了。这么一番有深度的话，竟然是三郎口中说出来的，这还是那个憨厚老实的秦朗吗？该不会是让人给夺舍了吧？不管怎么样，现在的秦朗才是我心中理想的丈夫。若他真不是秦朗，那我愿意一辈子将错就。三郎，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回来？那半头野猪这么值钱吗？野猪肉28文钱一斤，咱那半头野猪足足有60多斤，卖了将近2两银子。你刚生完孩子，这一篮子鸡蛋给你补身子，这块白色的布给咱们舒宁做尿布，这些布等你给几个丫头每人做身新衣服和鞋子吧。孩子们的衣服都还能穿，她们3个身量小，用不了多少布，小丫头还是穿的鲜亮点好看。咱们闺女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用大人的旧衣服改的，破破烂烂的，已经看不出来原来是什么模样了。好，等我回头就给他们做新衣服。你们刚刚已经吃了肉包子，每人只能再吃1块糕点，不然一下子吃太多东西，你们的肚子会受不了。剩下的糕点我就放在你们娘这里了，你们什么时候想吃了就问她要。今天像过年一样。瞧我这记性，居然忘了今天是咱们家舒宁的喜3礼。虽然咱们现在条件不允许，
但是该有的仪式感绝对不能少。三郎，这喜三礼是要请福婆或者我娘来的，你知道的，我爹娘他们还远在北疆呢。不用请什么福婆，咱们自己给孩子洗。你等着，我去准备东西。按照原主的记忆，再加上后世听老人说的，喜三礼好像要准备艾草、槐枝和花椒煮成温热的汤浴，然后再搭配胭脂、茶叶、彩线、金银，当做喜三用品。以我现在的条件，肯定准备不了这么全，只能来个简单版的了。温度刚好。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咱们开始吧。这小家伙自生下来之后还没洗过澡呢，身上可不算干净。若薇，你把我准备好的铜钱和彩线放进浴盆里。好。这一步寓意着驱邪纳福、长命富贵。一喜聪明伶俐，二喜福寿绵长，三喜百病全消，滚灾滚灾，灾难滚开。宝宝聪明，健康常在，滚滚额头，鸿运当头，滚滚手心，得心应手，滚滚脚心，步步高升，从头滚到脚，事事都美好，从脚滚到头，一生不发愁。怎么？难道是我做的不对？我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，没什么经验，你可不要笑话我。三郎，我没笑话你，我只是觉得你认真做事的样子格外好看。行了，赶紧把孩子抱起来吧。爹，鸡蛋，吃鸡蛋。这个鸡蛋刚刚已经替舒宁去过胎毒了，可不能吃。我不信，吃鸡蛋好吃，叔侄要吃。听话，叔侄，这个鸡蛋真不能吃。你若是想吃，等吃饭的时候，爹给你煮一个，好不好？好耶，吃鸡蛋，吃鸡蛋。行啊，老三，真是翅膀硬了。你老娘我10天半个月都舍不得吃上一个鸡蛋，现在连个臭丫头片子都能吃上鸡蛋了。你说你是不是藏私房钱了？我原以为你是个憨厚老实的，没想到连你也跟我玩心眼儿。我能挣多少钱，娘心里不是最有数的吗？您这是跑来兴师问罪的吗？秦朗每次从城里干活回来，都是一文不少的交给我，他哪里来的钱买鸡蛋？难道是上次我给他的那2个鸡蛋？这倒也很有可能。我这不也是为你好吗？娘是怕你乱花钱。老三呐，你可千万不要藏私房钱。我是你亲娘，我还能害你不成？你赚的钱都交给我保管，我替你攒着。娘给你那2个鸡蛋，可省着点吃。娘今天来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您要是来说风凉话的，现在已经说完了，可以走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娘这不也是关心你们吗？虽说薛氏生的又是个丫头片子，但好歹也是我秦家的血脉。你们家也没什么粮食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就跟我们一起吃饭吧。放心，我不会亏待薛氏的。我们吃什么，他们娘儿几个就吃什么，省得将来你们埋怨我这老太婆偏心。这老太太会这么好心？我后天还得进城做生意，若薇娘几个总得有个吃饭的地方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多谢娘了。你不用担心，我刚刚才去老宅那边闹了一场，他们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对你们娘俩怎么样。而且我为家里辛辛苦苦付出这么多，他们照顾我的妻女也是应该的。你让娘照顾我们，那你呢？若薇，我现在想给你们娘几个一个安稳的日子，就得想办法挣钱。我今天去城里得知了一个消息，县太爷请了戏班子，要在土地庙前唱大戏，到时候看戏的人肯定很多。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做点小生意，也就几天时间，我怕错过了这几天，以后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。那娘那边？我知道老太太肯定不会对你们娘2个多上心，最多能管你们几个温饱。不过米面和鸡蛋我已经买好了，你们要是吃不下娘那边送来的饭时，就自己做点，等我回来给你们加餐也行。三郎第一次做生意，我还在坐月子，也帮不上什么忙。这个银簪子是我娘当年给我的陪嫁，也是我的一点心意。你拿去换点银子，做个本钱吧。好看，咱们若薇戴上这发饰，果然有富家小姐的气势。我是让你拿去做生意用的，你怎么又戴在我头上了？这是你娘留给你的唯一念想，你平时都舍不得戴，我怎么能拿去做生意呢？再说了，只有没本事的男人才会用媳妇儿的嫁妆。若要卖了你娘留给你的银簪去做生意，那这生意我宁愿不做。你放心，等我赚钱了，我给你买各种各样的首饰，让村里的小媳妇们都羡慕你。可是你不是要做生意吗？总得要有个本钱。喏，卖野猪肉的银子还没花完，拿这些做本钱足够了。明天我就进城，采买一些摆摊需要的东西。
爹，是要拿这些猪下手去做生意吗？对呀，等爹赚了钱，就给咱们淑云买漂亮的衣服穿，好不好？我不要漂亮的衣服，只要咱们一家都平平安安的就好了。好，咱们一家会平平安安的。爹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家里的，也会照顾好娘和妹妹他们的。好，有咱们二丫保护你娘和妹妹们，爹就放心了。这么宽，这么高，师傅，再打一口铁锅多少钱？2两。这么贵？算了算了，铁锅先不要了，我只要这个火炉子。希望摆摊计划能顺利进行，不然一大家子就只能喝西北风了。今天是第一天摆摊，先去城里试试水，只要味道不差，应该会有人买。就是这个味道。猪肠有油脂香，猪肺软嫩，火烧吸满汤汁，还保留着筋道，再加上辣油，麻辣过瘾，味道还真不错，不比我上辈子吃过的正宗卤煮火烧差。三郎做了什么好吃的？怎么这么香？尝尝我做的卤煮火烧，卤煮火烧，我新研究出来的，你帮忙拿味儿，看看好不好吃。怎么样？我打算拿这个卤煮火烧出去摆摊，你觉得客人会不会喜欢？这个卤煮火烧太好吃了，比那些大酒楼的菜品也不差。你早说是拿出去摆摊的，我就不吃了，这样还能多卖一点。咱们自己家卖的东西，还能少了自己吃吗？你可别抠抠搜搜的。时间不早了，得赶紧进城，不然一会儿娘来了，我又得费劲解释一番。什么味道？怎么这么香？好像是肉的味道。这地方这么偏，该不会是哪家酒楼来摆摊了吧？不可能，咱们县城的酒楼我都去过，可煮不出这么香的肉味来。看个戏都不让人安生，这么香，这戏还怎么看得下去？小哥，你这卖的什么吃？怎么这么香？我这个叫卤煮火烧，里面都是肉，可以搭配白面做的饼子一起吃。你这卤煮火烧怎么卖的？单要卤煮8文钱一碗，加火烧10文钱，有肉有面，还可以放点辣子。这天气吃上一碗，保管浑身暖和。客官要不要来一份尝尝？那你给我来一碗，再给我加个火烧。好嘞，您稍等。这也太好吃了！给我来一碗，加一个火烧。给我也来一碗，也要火烧一碗。多给我放点肥肠，再放点辣子。这鬼天气冷得很，吃点热乎的，暖暖身子才能继续看戏。多谢客官。诸位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是第一天摆摊，火烧做的有限，已经全部卖完了。后面再买的话，就只能单买卤煮了。可惜了，本来加一个火烧还能吃得饱，只有卤煮也成，尝尝味道，去寒气。今天可不少赚，差不多得有3两多银子。照这个速度下去，这大戏只要再唱上几天，就能赚不少钱。兄弟，买肉啊！咱们这猪都是今天刚杀的，您看是要肥肉还是五花？价格我给你算便宜点。老板，你这里有没有猪下水？多少钱一副？10文钱，倒是挺便宜的。大兄弟，这大白天的，你莫不是在做梦吧？一副猪下水10文钱，跟白送有什么区别？一整副加起来好几十斤，你给10文钱，不是来找茬的吗？我问你价格，你不直说，只伸出10根手指，谁知道你是什么意思？大兄弟，我说的是100文，我这可是一整副猪下水，哪有10文钱的道理？你若是真心想要，我给你个实在价，80文一副，不能再少了。行，80文就80文，不过我要新鲜的。好，大兄弟你放心，咱们家的猪下水新鲜着呢，都是今天的货。老板，明天要是还有新鲜的猪下水，你还给我留着。这些香料足够用上一阵子了。
咱们就在家里等爹。爹昨天说了，他出去做生意，咱们得照顾好娘和妹妹。既然已经答应了爹，就不能反悔。咱们二丫果然长大了，有做姐姐的风范。爹，你回来了。听娘说你一大早就进城去做生意了，怎么样？今天有没有赚到钱？放心吧，咱们家的生意好着呢。看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。爹，这糖葫芦是买给我们吃的吗？当然是买给你们吃的，拿着吃去吧。不过吃的时候要注意点，千万别把糖粘弄在衣服上了。怎么，你们不喜欢吃？不应该呀，听说小孩子都挺喜欢吃糖葫芦的。我们喜欢吃，谢谢爹。不过第一口应该让爹先吃，您出去忙活了大半天，辛苦了。我何德何能，这辈子得了这么好的几个闺女。行了，你们吃吧，爹不爱吃糖葫芦。三郎回来了，你是不是又给那3个丫头带好吃的了？给他们每人带了一串糖葫芦，你现在还在月子里，应该不能吃。你要是喜欢吃，等你出了月子，我也给你买。我又不是3岁小孩了，吃什么糖葫芦？我是怕你把那几个丫头惯坏。你不知道，你今天不在家，他们3个围着我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爹什么时候回来。我是他们的亲爹，自然得疼他们了。这样长大了，才不会被那些臭小子几句花言巧语和一些蝇头小利给骗走。咱们小五今天有没有闹人？这小丫头乖得很，除了饿了和乳子尿湿了会闹人，其余时间要么睡觉，要么睁着眼自己玩。这是今天赚的银子，我没有来得及细数，都交给你保管。这也太多了吧，就1天时间就赚这么多，要是摆上几天摊儿，咱们岂不是要发财了？其实也不算多，还有咱们的本钱没算进去呢。咱们这也算是赶上好时候了，县里唱大戏，客流量大，卖的自然也就多。等这几天大戏结束了，就不一定有这么好的生意了。三郎，你真要把这些银子都交给我保管吗？那是自然，你是我娘子，我赚的钱交给你保管不是应该的吗？这些钱你先攒着，我说过，等攒够了钱，咱们就去把大丫赎回来。要是快的话，等这几天大戏结束了，这银子就能攒够。好，银子就先放在我这里，等攒够了钱，咱们就把书月赎回来。也不知道那丫头这2年过得怎么样。三郎先去忙吧，我想自己待一会儿。好，那我先去干活了，娘子注意休息。原来三哥在家啊，我来给三嫂送饭。刚从城里回来，我去给你三嫂送去吧。起来吃饭吧，五弟给你送饭来了。真是麻烦五弟了。三嫂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你和三哥是家里对我最好的人了，我不过是给你送个饭而已。本来我想让娘单独给你做点好吃的呢，毕竟你还在坐月子。可大嫂一直在娘的耳边哭穷，说家里还要给秦望准备束绣什么的。没事儿，娘能给我碗吃的就已经很好了。行了，老五，爹娘一向偏心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三嫂跟着我受委屈的。三哥，我觉得你不应该什么都听爹妈的。你知道他们偏心大哥大嫂一家，可这些年为了供秦望读书，我们已经付出了很大代价了。和秦望比起来，几个小侄妹女毕竟是你亲生女儿。你说的这些话，三哥都明白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以前是我太过愚孝，办事糊涂，以后不会了。不要那么看着我，人总会变的。老五，三哥这2天在城里做点小买卖，一个人有些忙不过来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跟着我一起干？三哥，你能做什么买卖？我在卖新研究出的一种叫卤煮火烧的小吃，今天摆摊生意很好。从小到大，咱哥俩关系最好。等赚了钱，三哥给你娶个媳妇儿怎么样？三哥有什么好事都想着我，我听你的，跟你一起干。只是爹娘那边要怎么说，他们早晚会知道的。无妨，知道就知道，我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办法。那就好，需要我做什么，三哥你尽管吩咐。你不用紧张，咱们就是摆摊做点小生意而已。你明天早点起，帮我一起准备摆摊的东西，然后咱们到城里去售卖。你到时候帮着洗洗碗筷，收收钱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明天一早就过来。娘要是问起来，我就说跟你到城里找活干。这点东西肯定是吃不饱的，你先在屋里等等，我再做点饭。谁家炖肉呢？怎么这么香？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过肉了？呸！也不知道是哪个挨千刀的家里日子过得这么好，背地里偷偷吃肉。等将来我们家旺儿做了官老爷，我顿顿吃肉，连家里的狗都安排上。陈氏，你站在院子里自言自语的干什么呢？哎呀，娘，
我这不是刚吃完饭，在院子里消消息吗？也不知道谁家在炖肉，香得不得了。咱们家也很长时间没吃过肉了，要不明天去城里买点肉打打牙祭吧？呸！吃肉？你想屁吃呢？望儿年后还要教束修，老三家的坐月子我都不舍得给个鸡蛋吃，家里的活堆成山了，你倒好，懒得要死，还想着吃肉。快去把碗筷洗了。好嘞，娘，我一会儿就收拾。可是这些活计都是三弟妹干的，她生了个女娃娃，哪这么娇气啊？要么我看啊，二丫也行，总不能让他们吃白饭吧？让你去你就去，在这里攀扯老三家的做什么？虽说她生的都是丫头片子，但那也是我秦家的种。若不是望儿有出息，你比老三家的又强到哪里去？你也别什么都指望着老三家的，让你干点屁大的活，你在这里磨磨唧唧的。知道了，娘，我现在就去，现在就去。哪个讨厌鬼这么败家子？大晚上的炖什么肉？勾得人肚子里的馋虫都出来了。爹娘，我三哥说了，让我明天跟他一起去城里干活。哎呦，还得是你三哥，大冬天的找到活，第一个想到自家兄弟。我先跟你们说一声，你们明天不用做我的饭了。让你大哥也跟着一起去吧，免得说我偏心，让他在家清闲。娘，三哥能带上我已经不容易了，甭管给多少钱，至少能供顿饭吃。可大哥是什么德行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别到时候再连累我和三哥也被辞了。哎呀，瞧你说的，你大哥也没你说的那么没用吧？你来的倒是挺早啊。三哥，知道要跟你做生意，我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，反正也睡不着，还不如早点过来帮忙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那你去烧火吧。好嘞。三哥，你把猪下水放锅里面干什么？这东西又腥又臭的，你该不会要拿出去卖吧？咱们这种常年吃不到肉的人家，偶尔尝尝还行，真拿出去卖，会有人买吗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猪下水我已经处理得很干净，再用我的独家秘方卤过，比猪肉还好吃。你先尝尝，等卤味好了，把饼子泡进汤里才更好吃。三哥，这味道也太香了吧！这真是猪下水做出来的？你刚刚不是亲眼所见吗？这还能作假？这会儿不嫌它又腥又臭了吧？有些吃食只是闻起来臭，吃起来却香，像臭豆腐，还有螺蛳粉啊！臭了的豆腐还能吃？吃坏了肚子怎么办？当然能吃，以后跟着三哥混，我保证让你吃到许多从前没吃过的美食。你先吃着，我去给你嫂子送一碗。你先吃点垫垫肚子，我在锅里给几个丫头留了火烧，她们饿了就能吃。三郎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几个孩子的。居然是庙会，还有唱戏的。三哥，你从哪里找到这么好的地方？我也是有次进城偶然知道的。这场大戏是县太爷为土地庙请的，昨天是第一天，我已经问过了，这戏班子大概能唱5、6天。那我们要在这里待上5、6天吗？对，昨天我带的卤煮火烧就没够卖，今天再看看，要是还不够，明天就得加量。行了，你也别光看着，快帮忙。好嘞，哥。老板，给我来碗卤煮火烧。你们家这个又入味又管饱，我昨天吃了一碗，一晚上都在回味。您要不要辣子？要，多放点。你们家的辣子香而不辣，这种天气吃的冒一头汗，身上更暖和。三哥，你这也太厉害了吧！这事儿也没什么难的，熟能生巧。我昨天忙了一天，你也可以。多谢大家捧场，今天的卤煮火烧已经全部卖完了。诸位想吃的话，明天再来，我们明天还在这里摆摊。老板，你们能不能多做一点？早晨刚吃过饭，实在吃不下，等这会儿饿了，你们家又卖完了。多谢诸位认可。不过猪下水清理起来太费功夫，我必须保证大家吃到嘴里的东西干净。卤料也要提前熬制，里面还用了不少药材。今天能准备这么多，已经尽力了。回去后我会尽量多做一些。大兄弟，你真来了！我今天有2猪下水，你能不能都吃得下？你要是全要了，我再给你便宜10文钱。有老五帮忙，再加上今天客人的反馈，能赚钱的时候就得抓紧机会。行，这2副我都要了。不过老板，能不能再送我一些大骨头？可以拿走。三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今天的工钱，你跟着我忙活一天，辛苦了。三哥，咱们是亲兄弟，这钱我不能要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说赚了钱要给我娶媳妇儿吗？三哥，你不会变卦了吧？你可是答应了，将来赚了钱要给我娶媳妇儿的。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愿望，就想媳妇儿、孩子、热炕头。放心吧，三哥承诺的事情绝对不会变卦。不过这件事你还得再等等，我赚了钱，得先把你大侄女赎回来。那孩子年纪那么小，就被娘卖了，这2年不知道受了多少苦，一直是我和你三嫂的心病。这是应该的，大丫从小就懂事儿，我也心疼她。
当初娘要卖了他给秦望教束修的时候，我就不同意，奈何咱们两个都人微言轻。行了，不想这些有的没的，只要咱们好好干，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。你相信三哥？三哥，只要你想着将来给我娶个媳妇儿就行，这工钱我就不要了。亲兄弟明算账，给你就拿着。三哥答应你的事情也绝对不会变卦。三哥，这钱先放在你那里吧。我就说怎么总觉得这几个丫头最近气色好了不少，原来是被三哥宠的。她们是我闺女，我自然要宠她们。你先把车上的猪下水和白面搬下来，再烧上一锅热水，一会儿咱们还得清洗猪下水。哎，三郎，你回来了？你还在月子里，怎么开始做衣服了？赶紧放下，现在用眼过度，将来落下隐疾怎么办？没事的，我生完孩子已经好几天了。你每天早出晚归，我不能一直躺在床上，我也想为家里做点事情。我是男人，养活你们娘儿几个本来就是我的责任。就算想给孩子们做衣服，也得等出了月子，身体养好了再说。几个丫头今天在家里乖不乖？乖。淑云刚刚还帮我给小五换了尿布，三个丫头一天都没出门，一直守着我和小五。那你们今天吃饭了吗？吃了，早晨娘送来了2个窝窝头和1碗糙米稀饭，说她不饿，让我们分着吃。你留在锅里的饼子，我们也分着吃了。以后我出去摆摊儿，你们饿了就自己煮饭，米缸里有我从城里买的糙米。铜板太散碎，不方便你保管，我把铜板换成了散碎银子，你收着。咱们家的生意这么好吗？那是自然，咱们家的卤煮火烧是独一份，最重要的是我找的摆摊地方好，就在城里的土地庙会上。我又请了5弟帮忙，2个人勉强能忙活过来。我去厨房，若薇你早些休息。以前听说大户人家清理猪下水用白冕，没想到草木灰也能把粘液和腥味吸掉。要是早知道草木灰还有这个用处就好了。里边请，热乎的卤煮类。老五，天色不早了，咱们收拾摊子，早点回去吧。我看这日头还挺高的，要不咱们再等等？恐怕不行，收摊以后还要采买明天的食材，回去还得清理。另外，你嫂子和几个孩子单独在家，我也不放心。行，那咱们现在就收摊。2位小哥，先等一等。是你们摊子上卖了一种新鲜吃食，叫卤煮火烧，对吧？是我们家卖的，不过已经收摊了。大哥若是想吃，就等明日再来吧。哎呀，是我来晚了。我们家老爷听说庙会新出了个卤煮火烧，特意让我过来看看。我是从东城一路跑来的，没想到还是来晚了。卤煮火烧今天没有了，不过锅里还剩一些卤煮，你若是要，可以带回去当下酒菜。行，有卤煮也行。你们还有多少？都给我吧。都在锅里了，您看看能不能要得完？都要了。你给我装起来吧。多少钱？这些若是按碗卖，能值1两银子。您一次全要，也省了我们的麻烦，给800文吧。不用找了，多出的200文就当赏你了。我们家老爷不差这点银子，要是好吃，我明天还来。三哥，这人到底什么来头？一下多给200文，也太大方了吧？这下咱们可赚了。行了，人家只是来买卤煮的客人，没必要这么好奇。趁着现在没客人，咱们也吃点。今天可以晚回去一会儿，你吃完就尽情看戏。三哥，你对我也太好了吧？你不知道，我从小就喜欢看戏，可惜咱们家没这个条件。我从小就想着，要是哪一天自己也能登台唱戏就好了。可惜，你怎么会喜欢唱戏？是觉得他们在舞台上很威风吗？那倒不是，我主要是觉得戏班子里的伙食好。我听说他们隔3差5的就能吃上一顿肉。练习跳真不错。那是当然了，这戏班子可是玉明堂，有名的很。他们平时只给大户人家唱戏，规矩也多。戏班子里有不少名角呢，这也就是咱们县太爷亲自下帖去请的。人家玉明堂的班主才给几分脸面呢。老百姓们对老爷感恩戴德呢，要不是您，他们可没福分听到这么好的戏。陈露，你少在这里拍马屁。我请戏班子也不过是想让百姓跟着热闹热闹。若是能让百姓吃饱穿暖，比唱几场大戏都重要。对了，你上次买的那个卤煮火烧在哪里买的？带我去尝尝。就在那边，老爷您跟奴才来。别说您想念这口了，奴才也惦记呢。三哥，你摇头干什么？难道是这戏不好看？确实不怎么好看，一点新意也没有。这故事俗套，唱腔也不够优美。要是这样的戏，你三哥我也能信手拈来。三哥，这事儿可不是吹的，这可是需要功底的，跟做生意可不一样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我现场就能给你来一段。一夕当年泪不干，彩楼绣球配良缘。因为将了红中战，唐王考过杜甫关。西凉国造了反，你的府上殿马。这唱的也太好了吧，可比玉明堂的角唱的还好。这唱腔真是优美，怎么之前从来没听说过？这唱戏不都是从小培养吗？没个10年8年的功夫，根本就达不到这种境界。这位兄弟，你实话实说，你之前是不是哪个戏曲班子的？后来从良了？诸位，你们听我说，我没学过唱戏，这戏是我偶然间瞎琢磨的，怎么能跟人家专门唱戏的名角比呢？让诸位见笑了。这位小哥，
你真是谦虚了。你这唱的确实好，陈某自认为走南闯北也算是有些见识的，却从来没听过你唱的这出戏。不知小哥可否告知这戏曲的名称？这出戏名叫《红鬃烈马》，共包括13折。戏曲里主要是讲的薛平贵和王宝钏。薛平贵和王宝钏分别18年后重逢，富家千金与穷小子的故事，有彩楼配、三击掌、武家坡、大灯殿等13个选段。我刚刚唱的那段就是武家坡。虽说都是穷小子和富家千金的老套故事，但我感觉你说的这个故事比那些俗套的故事有意思得多。这位先生抬举我了。我们这些勤勤恳恳的小老百姓，岁银几两苦中求，忙忙碌碌几时休。好一个岁银几两苦中求，忙忙碌碌几时休啊！我虽然没有切身体会过你们的辛苦忙碌，但我也知道你们的不易。你们家的卤煮火烧不错，给我们来2碗。好的，马上给您做。2位客官，你们慢用。是谁欺负你们了？我去替你们讨回公道。怎么了？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舒云，你告诉爹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脸上的巴掌是谁打的？是大伯母打的。爹去城里之前给我们留了2个火烧，可是我们刚吃2口，大伯母就来了。她说我们偷鸡摸狗，背着家里偷吃。他把我们的饼子抢走了，还打了我1巴掌。我娘出来跟他理论，他还骂我娘，说我娘连个带把的都生不出来。他说我们几个都是赔钱货，早晚也要像大姐一样被卖出去。好一个陈素娘，我真是给她脸了。看来她把我上次说的话当成耳旁风了。你等着，爹这就给你们出气。五弟，你赶紧去看看，别待会儿真出什么事了。好，我这就去看看。三嫂，你别着急。哎呦，老三，你不是去城里干活了吗？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我要是不回来，还不知道我媳妇儿孩子被人欺负呢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媳妇儿再怎么说也是咱们秦家的人，谁敢欺负他们？那就是跟我老婆子过不去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好啊，打我闺女的就是陈素娘，你不是要替我出气吗？正好也省得我动手。老三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怎么会是你大嫂？二丫说的还能有假吗？还是说娘想偏心到底，一味护着她？真要是这样，娘可别怪以后没我这个儿子。陈氏，你给我出来！娘，您找我，是不是该做饭了？我现在就去做。你等等，老三刚刚说你打了二丫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娘，这都误会，没有的事。小孩子的话哪里能当真呢？正因为是小孩子，才不会平白撒这种谎。就算小孩子的话不可信，还有若薇呢？难道她也撒谎了吗？陈氏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让你没事别去招惹老三家的吗？你怎么不听？还去欺负一个孩子，你是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？我既然是长辈，那丫头做错了事，我当然有资格教训她。她在背地里偷吃，女孩子从小若是品行不端正，将来可怎么嫁人？什么偷吃？那丫头偷吃什么了？是白面饼子，也不知道那丫头是从哪里偷来的。这要是被村里人发现，指不定在背后怎么诋毁咱们家。娘，我也是为了咱们家的名声考虑。老三，你大嫂说的也有道理，你家二丫非要学的偷鸡摸狗，以后咱们秦家的脸面往哪里放？旺儿可是读书人，将来是要科举考试的。好一个倒打一耙！我见过许多不要脸的人，却没见过像你这么无赖的。我们家二丫什么品行，我比你清楚。你说她偷鸡摸狗，就把证据拿出来，要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。证据？要什么证据？那丫头已经被我逮个正着了，难道我还能冤枉她？哼！哦，既然这样，那你说说，她是偷谁家的鸡摸谁家的狗了？你只要说出来，咱们现在就去求证。你若说的是真的，我愿意去向别人赔礼道歉。可你要是冤枉了我闺女，就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人。我是没亲眼看到她偷，但是她手里拿的白面饼子总做不了假。咱们家爹娘还吃不上白面饼子呢，她一个臭丫头哪来的白面饼子？什么样的白面饼子？你拿出来我看看。这饼子早就进了我的肚子，我上哪儿拿出来？娘，你都看到了吧？大嫂果真是欺人太甚，无缘无故打了我闺女不说，居然还冤枉她偷东西。这要是让外人知道秦望有这么个娘，他以后在学堂里还怎么面对同窗？我记得秦望可是最注重脸面的，他不是经常说相鼠有皮，人而无仪，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吗？老三，你个黑心肝的，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你就要逼我死？我可是你们老秦家的大功臣，我为你们老秦家生了唯一的男丁，你们这是卸磨杀驴，过河拆桥啊！你给我闭嘴！我忍你很久了，你别逼我现在动手扇你！我不管你有什么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招，今天这事儿你若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不可能善罢甘休。这是吵起来了。秦家老三平时任劳任怨，跟大黄牛似的，今天怎么这么大的气？瞧你这话说的，
泥人尚且有3分火气，就秦老太太和他们老大一家做的那些事儿，秦家老三再好的脾气也忍不了吧？那也不一定，他们家秦望可是个读书人，这一大家子都指着秦望考取功名、光宗耀祖，跟着享福呢。你没看秦老三为了侄子读书，连自己的亲闺女都卖了吗？该不会是因为年后要教术师，秦家又逼着秦老三卖闺女了吧？这也太可怜了。我看你们是吃饱了撑的，咸吃萝卜淡操心，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谁家还没点破谷子烂芝麻的事儿？你们家一个个都是一锅底的黑灰，还有心情看我们家的笑话？乱哄哄的，闹什么闹？还不够让外人看笑话的？有什么事儿，咱们自己家不能关起门来解决？老三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爹给你做主。老大媳妇儿，你少在这里1哭2闹3上吊，丢人现眼。你若是影响了旺儿的名声，我就让老大休了你。你们都跟我到屋里来。三弟是铁了心要跟我作对吗？你就不考虑以后吗？你可是连个儿子都没有的。真不知道这玩意儿的脑子是怎么长的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他还以为我会在乎这些。我虽然有原则，不打女人，可不代表我不打男人，也不代表我不用阴招。当家的，怎么了？怎么会无缘无故摔倒？你嘴巴上都是血！我的牙掉了！老三，你个黑心烂肺的玩意儿！我可是你大哥，怎么能下这么毒的手？真是活该！大哥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自己摔倒了，结果却先倒打一耙。你跟大嫂夫妻一体，想必大嫂做的那些事儿你都是知道的，该不会是报应到你身上了吧？好你个老三，真是翅膀硬了！你陷害手足居然还不承认！你等着，等我家旺儿高中功名，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。到时候我让你尝尝18般酷刑的滋味。大哥终于说出了真心话。原来你们说什么举全家之力供秦望读书，等他功成名就，大家都跟着享福的话，一直都是骗我们的。可怜我眼瞎心盲，居然信以为真。为了这件事，我还同意卖掉自己的亲生闺女，我真是该死啊！这是原主该得的，如今我替他承受了。哎呀，这秦家老大可真不是个东西，居然能说出这种话。谁不知道秦家老三为了侄子读书付出了多少，连自己的亲闺女都卖了。这还没考中功名呢，秦老大就这么猖狂，他儿子真要考中了，那还不得上天？秦朗，你以后也多长点心吧，放着自家闺女不疼，去疼什么侄子？我看你也是活该。大家说的对，以前都是我识人不清，以后绝对不会了。老大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老三为了这个家出了多少力，为了望官读书牺牲了多少，你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，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？爹，您听我解释，这事儿真不怨我，是老三背地里下黑手，他故意伸腿绊我的。老三，我刚才就是气急之下才胡说八道，你说是不是你先伸腿绊我的？都这个时候了，大哥还要冤枉我？你若是非要把这事栽赃到我身上，我认下就是了，省得让外人看笑话。这么多年，我终究是错付了。我知道这事儿我能作证。五弟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肯定有人能还大哥清白。你快告诉大家和爹娘，就是你三哥把我绊倒的，我没冤枉他，对不对？我刚刚看得很清楚，我三哥和大哥之间隔着一段距离，根本没有伸脚使棒子，明明是大哥自己摔倒的。大哥还非要把锅扣到三哥头上，肯定是对前几天三哥不让二丫给大哥大嫂洗衣服的事不满意，故意冤枉三哥。你们两个是一伙的，好啊！你们居然合起伙来欺负我！老五，老三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这么帮着他？难道就因为他带你去城里干了几天体力活，你就向着他了？我劝你别目光这么短浅，等我们家旺儿考上功名，做了官老爷，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五弟，三哥知道你性子直，爱说实话，但是大哥说的对，他们将来是要做官老爷的，你现在帮着我就是在跟他们作对，万一他将来报复你，可怎么办？还没当官就想着报复人，这样的人家谁敢来往？以后可千万别招惹大房。都进来，有什么事进屋说。都说说吧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大嫂跑到我家里打了我闺女，还诬陷她偷鸡摸狗。这事爹娘若是不给我一个交代，今天咱们就正式分家。混账！你说的是什么混账话？父母在不分家，你把孝道放在何处？父慈子孝，爹娘眼里有我这个儿子，我才能孝顺。若是你们眼里压根没有我这个儿子，我又何必强求？我知道朝廷有律法，父母在不得擅自分家，但法外还要讲人情。到时候咱们就让县太爷来断断是非。若真是我的错，我愿意接受官府的一切惩罚。到时候也让大家看看秦望有这样的父母，他还如何在县学里读书？陈氏，你个搅家精！事情都是因你而起，今天你就给老三一个交代，要不然我就让老大休了你，把你送回娘家去。爹，您不能这么绝情啊！我可是旺哥儿的亲娘，给你们老秦家生了唯一的男丁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。这么多年你在家里作威作福，排挤兄弟，欺负弟妹，张扬跋扈。你要不是旺哥的亲娘，我早就让老大收拾你了。若不是旺哥还要读书，你以为家里能容得下你？这次的事情你老老实实交代清楚，不然别怪我不讲情面。我真没说谎，我今天本来是去看三弟妹的，结果发现几个孩子在院子里偷吃白面饼子，那饼子还是白面做的，烙得两面金黄，闻着就很香。我不是怕几个小丫头偷鸡摸狗，坏了旺哥的名头，以后让他在书院里抬不起头吗？我就借机教训了他们一顿。白面饼子呢？捉奸捉双，捉贼拿赃。你说他们偷吃白面饼子，东西在哪里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大嫂还想着隐瞒，看来他压根儿没打算说实话。我看还是按照爹说的，把大嫂送回娘家去吧。大哥要是不敢去，我和五弟亲自把人送走，也好让陈氏的娘家知道他的德行。行，我跟三哥一道去，咱们现在就走。我看到白面饼子实
吃了。大嫂真是谎话一套接着一套，自己偷吃了，居然还诬陷我闺女偷东西。爹娘，你们也听到了，今天的事儿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，就是不知道大哥对这事知不知情。我不知道，这事我真的不知道。陈素娘，你个臭娘们儿，居然敢冤枉孩子，真是丢尽了旺哥的脸。你赶紧给老三道歉，争取老三原谅。三弟，对不起，这事都是大嫂的错，是我不该不分青红皂白就打孩子，你就原谅大嫂这一回吧。你该说对不起的人不是我，是我们家二丫。你说什么？你居然让我给一个丫头片子道歉，这怎么可能？既然你不愿意，那我也没办法，就按照爹说的办吧。陈氏，这事儿本来就是你做的不对，你若是不想回娘家，就去跟二丫道歉，要不然我也帮不了你。可我毕竟是长辈，怎么能给一个丫头道歉呢？你看看你哪里有一点做长辈的样子？你先是跟孩子动手，后又冤枉他，这也就是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，换成别人，你以为道个歉就能了事儿？哼，我看你还是自己回娘家去吧，这事儿我老头子管不了了。行了，你赶紧去给二丫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了了。老三真要闹起来，影响的还是咱们旺哥，你可别因小失大。你真要因为这事儿被休了，将来咱们家旺哥飞黄腾达，可没你什么事儿了。好，这事儿都是我的错，我愿意去给二丫道歉。你去把二丫带过来，告诉她有我在，不用害怕。爹，舒云，别怕，过来，有爹在呢。今天的事儿，爹一定给你讨个公道。人已经来了，大嫂，赶紧跟我闺女道歉吧。二丫，今天的事儿都是大伯母的错，我也是怕你那白面饼子是偷来的，怕你带坏妹妹们，我怕你影响哥哥读书人的名头，才动手打了你。大伯母在这里跟你道个歉，你就不要生大伯母的气了，好不好？这件事情爹听你的，你若是愿意原谅他，就原谅他；你要是不愿意原谅，咱们就不原谅。你打了我2巴掌，想让我就这么轻飘飘的原谅你，我做不到。你个臭丫头，给你脸了是吧？我已经低声下气向你道歉，你居然还敢不原谅我？你一个赔钱货的丫头片子，有什么资格说不原谅我？这就是大嫂道歉的态度，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。既然这样，咱们还是分家吧。老三，你说的什么混账话？我和你娘还没死呢，别动不动就把分家挂在嘴上，让外人听了看笑话。我看爹娘眼里也没我这个儿子了。你们嘴上说要为我做主，可实际呢，还不是想着让我和我闺女受委屈。况且现在我们一家人本来就是单过的，跟分家也没什么区别。那不是家里人口多，在一个锅里搅勺不方便吗？谁说我没替你们主持公道？你大嫂不已经道歉了吗？既然在一个锅里搅勺不方便，为什么单单把我们一家分出去，不把大哥大嫂一家分出去？既然我们已经分出去了，咱们彻底分家不是更好吗？你这个逆子！至于爹说的主持公道，不过是让大嫂不痛不痒的给我闺女道个歉。那是不是我现在打她一顿，再给她道个歉，这事儿也算完了？要是这样，那也行。只是我常年干力气活，手劲儿比较大，一会儿要是下手没情重，还请大嫂多担待。老三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你大嫂，都说长嫂如母，你敢打我就是不孝。长嫂如母，我亲娘还没死呢，你就想取代她了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在诅咒她呢。娘，您别听老三胡说八道，我压根没那个意思。将来咱们家旺儿要是做了大官，您可是要做老太君的人，我怎么敢造反呢？只是老三的要求太过分了，我可是他大嫂，他怎么能动手打我？老三，你大嫂毕竟是你大嫂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不要动手动脚的。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只要不是太过分，娘都答应你。行，既然娘开口了，我也不能不听。第一，让大嫂自扇2个耳光，她打我们家舒云的事儿就算接过去了。第二，咱们不分家可以，但以后我们一家人单过，不在一个锅里搅勺，大家都省心。第三，以后大嫂和爹娘不要再对我家的几个丫头吆五喝六，要是让我发现你们私底下欺负他们娘几个，我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善良。不过事先说好，将来旺哥出息了，不带上你们一家享福，你可不能反悔。这件事你们放心，但是我前几天说的话也算数，让秦旺把若薇陪嫁的书早点还回来。现在距离半月之期还有1半时间，你们别让我主动上门讨要就行。好，事情就这么办。现在你们双方都在，老五，你替他们做个见证。大嫂，你赶紧动手吧，一会儿天都黑了，别耽误大家时间。这下你们满意了？哼，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带舒云回去了。对了，我们家几个丫头从出生起就没个像样的名字，我前几天刚给他们起了名字，分别叫舒月、舒云、舒瑶、舒芷和舒宁。你们以后就别2丫3丫的喊了，我们不喜欢听。三哥，你等等我，你可真不够意思。既然要分家，为什么不连我一起分出去？我也要跟你们一起生活。你胡扯什么呢？爹娘还在，你又没成家，哪里轮得到你跟我们一起生活？不过你放心，以后三哥不会不管你的。老五，明早你跟我一起出趟门。爹娘，你们看到了吧？老三和老五就是一伙的。刚刚真的是老三伸脚绊我，我没说谎。你闭嘴吧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！
三哥，收拾好了吗？不是要出门办事吗？咱们走吧。三哥，你这怎么还拎着包袱啊？里面装的是什么？看着里面的东西也不多呀。里面装的是银子，这段时间摆摊赚的都在这里了。我要去把大丫赎回来。啊，大哥，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说？好歹也跟爹娘他们商量一下。跟他们说有什么用？当初就是爹娘做主卖掉大丫的，你是指望他们出钱还是出力？而且他们若是知道我手里有这么多银子，你觉得他们是会让我赎回大丫，还是留着给秦望读书？三哥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站在你这边。咱们先把孩子赎回来再说。我信你，所以才让你跟我一道去的。你放心，三哥承诺你的事儿绝对算数。等三哥再赚了银子，就给你娶媳妇儿。你们几个仔细着点儿，打扫不干净，回头老太太怪罪下来，到时候我可护不住你们。前几天洗坏了老爷衣服的，被打30大掌，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。哎，春芽，咱们什么时候能像刘妈妈这样风光就好了。刘妈妈可是老夫人身边伺候的，得脸的很，咱们一辈子怕是都比不上。而且就算再风光，也是奴籍。奴籍咋了？起码咱们能吃饱饭。反正我爹娘卖我的时候签的是死契，不可能来赎我。老夫人要给少爷选通房，要是我能被选中就好了。哎，春芽，你长得好看，不去试试？不要，我爸妈给我签了活契，攒够钱就能回家了。可是我1个月才10文工钱，什么时候能攒够15两赎身啊？这陈员外家真有钱，连大门都这么气派。咱们家要是能过上这样的日子，我这辈子就没什么遗憾了。谁呀？要饭去别的地方，咱们府里不接待乞丐。三哥，他骂咱们是乞丐。咱们在有钱人的眼里，跟乞丐也没多大的区别。行了，都是成年人，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咱们今天是来赎回大丫的，能不得罪人尽量不得罪人。我再去敲门。你们烦不烦？我都说了，若是要饭就到别处去，咱们府里今天不接待乞丐。小哥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乞丐，更不是来讨饭的。我知道府里平时迎来送往的挺忙的，你也辛苦了。你们不是来要饭，那是来干什么的？我是来赎我闺女的。2年前她被卖到了府里当丫鬟，这2年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银子，想把她赎回去。你家闺女叫什么名字？是什么时候被卖进来的？我闺女叫秦大丫，石澳村人，2年前被卖进来的。她啊，我知道。跟我来吧，我带你们去找管家，这个事儿归他管。你们先在这里等一下，我去跟大总管说一声。我们陈大总管说了，让你们进去呢。陈总管有礼。赎人，银子带够了？带够了。孩子年龄还小，当时是我们做父母的糊涂，还望陈总管能行个方便。去把卖身契拿来。是。秦大丫，你去收拾收拾东西吧，你爹来赎你了。刘妈妈，您刚刚说的话是真的吗？我爹他真的来替我赎身了。老夫人亲自让人过来传的话，还能有假？赶紧去收拾收拾吧，你爹在二门外等你。谢谢刘妈妈，谢谢老夫人，我这就去收拾东西。夏丫，我要走了，希望你能心想事成，我会想你的。我也会想你的，赶紧走吧，你爹还在外面等着你呢。行了，人各有命，羡慕是羡慕不来的。他爹能来赎他，说明他家里人还算重视他。但是你待在府里，只要踏实肯干，对主子忠心耿耿，将来也有出人头地的时候，日子过得未必会比他差。三哥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大丫怎么还没出来？再等等，这陈家家大业大的，肯定规矩也多，而且他也得收拾自己的东西。没事了，回家。爹，你娘还在等你。不要抢我玩具。妹妹，你玩这个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娘没事，娘只是……娘，让娘看看，让娘看看你。
大姐，我好想你。二丫，辛苦你了。大姐，这个给你玩。舒月别哭了，这是你娘给你做的衣服，还有以后你不叫大丫，你叫秦舒月。这名字好听，舒月喜欢。谢谢爹。行了，外面天冷，你娘连鞋都没穿，大家先回屋。你们娘俩先说会儿话，我和五郎去准备晚饭。五妹长得真漂亮，一眼看着就像娘。娘，这是我这2年攒下的月例，我是下等丫鬟，一共也就200文，钱不多，就当给娘补贴家用了。傻孩子，这钱你自己留着，回头让你爹带你去城里买点你自己喜欢的东西。你是大姑娘了，手里有点体积也方便。娘，家里为了赎我花了不少银子了，要不然我这心里过意不去。那好，这些钱娘先替你收着，等你什么时候用的时候再问我要。你好不容易回来了，跟娘说说你这2年在陈家是怎么过的。娘，您可知道3弟和5弟最近在干什么吗？不知道，他俩最近干什么了？不是去县城找活干去了吗？娘，老3和老5在城里摆摊做生意呢。啥？摆摊做生意？你说老3和老5，他俩就在县城摆摊，卖的是一种叫卤煮火烧的小吃，生意好得很。那个卤煮火烧肯定有秘方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有钱当然要一起赚。若是3弟能把秘方交出来，我和旺儿他爹也去城里支个摊子，等来年旺儿的束修，不就有了吗？老大媳妇儿，你这话说的倒也有几分道理。你们在家里等着，我去看看老3和老5回来没有。不过你们可千万别出面，省得到时候老3发起脾气，事情不好收场。哎呦娘，您就放心吧，我在家里等您的好消息。娘，您怎么来了？还没吃饭吧？您快坐，我给您弄点吃的去。还别说，老3家这小丫头长得还挺可爱，皮肤白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，一点不像农家的孩子。娘，您怎么有空过来了？这老3还真是变了，日子越来越有奔头。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这是我儿子的家，咱们可还没分家呢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娘您快趁热吃吧。我不想听你解释。我问你，老3和老5去城里做生意，这事儿你知不知道？娘，亏得你还是秀才之女，读那点书有什么用？连个孩子都不会哄。来，快给我，真是笨死。娘，十三郎回来了。娘，您怎么在这儿？三郎，娘过来看看我们，孩子刚才哭闹，娘帮忙哄着呢。这不是薛氏也快出月子了吗？你又早出晚归不在家，娘过来问问，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我记得今天太阳也没打西边出来啊。三哥，咱们什么时候处理出？娘，您也在啊？老5，这么多天你早出晚归，干什么去了？没干什么，我跟三哥去城里想办法赚钱去了。那你赚的钱呢？赶紧拿来，家里都快没米下锅了。娘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我养他这么大，他连句实话都没有，我看你们是要翻天了。娘怎么知道5弟说的不是实话？上来就要动手，这是又听了谁的挑拨？又是大嫂吧？我就纳了闷了，大嫂说什么您就信什么？我俩不是您亲生的。这不是听说你俩在城里卖卤煮，生意挺好吗？老3，咱们毕竟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哪有隔夜的仇？我听说你这个生意不错，你不如把秘方拿出来，让你大哥大嫂也支个摊子，一块儿去城里卖。他们赚了银子，也能给旺儿交束修，就不用再花你们兄弟的银子了。你说是不是？我原本还以为娘是真的疼我，搞了半天是为了我手里的秘方。这几天我一直带着老5在县城做生意，起早贪黑，一碗卤煮火烧也赚不了几个钱。娘也知道我还有媳妇儿孩子要养，5弟到现在连个媳妇儿都没有，还是光杆一个。而且我还想着过些日子赚了银子，给娘买个大金镯子。金镯子？现在看来还是算了。老3，你误会娘了，娘可不是那个意思，娘就是怕你外出做生意，每天早出晚归太辛苦，娘想着让你大哥大嫂帮帮你，娘这也是心疼你啊。娘就不用辩解了，您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知道大嫂肯定告诉您，我们这卤煮火烧生意火爆，让您来问我要秘方，她和大哥也好去摆摊。
他是生怕我赚点银子孝敬娘。只是这东西哪有什么秘方，不过就是猪下水泡上饼子而已。他们若是想摆摊儿，尽管去就行了。我看大嫂刻意在中间挑拨，就是看我没儿子，故意欺负我。我也知道娘一心想当官家老太太，看不上儿子的大金镯子。他敢！你是娘的儿子，我看谁敢欺负你。就算他是你大嫂也不行。你等着，娘这就给你出气去。儿啊，谁跟你说娘看不上金镯子的？你们兄弟几个，就你跟娘说过这话。你说给娘买个大金镯子，这话算不算数？只是金镯子贵得很，我得多攒些银子才能买得起。娘怕是要等上一等了。没关系，娘等得起。三哥，我脑子笨，你能不能解释解释咱娘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这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全家供着秦望读县试府试，考了好几回，却连个童生都还不是。可大金镯子不一样，咱们只要努努力，还是能实现的。说白了，同样都是画饼，一个又大又圆，一辈子却吃不着；一个虽然没那么大，没那么圆，却能充饥。你说，你会选哪个？我当然选那个能充饥的饼子，这就对了。抓在手里的才是自己的。咱娘活了一辈子，还能想不明白？我这脑袋要是有你一半好使，就不会被大哥大嫂牵着鼻子走了。有三哥在，什么时候都不会让你吃亏。而且三哥说过，只要你好好干，早晚给你娶个媳妇儿回来。三哥，你进去陪三嫂说说话，我去把外面的猪下水清洗了。五弟还真是性子率真，你刚刚才教了他如何画饼，轮到他自己，他却全忘了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人嘛，梦想还是要有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等你出了月子，我也带你去城里的银楼转转，给你买2件首饰。三郎这是把画大饼用到我身上了吗？怎么会呢？答应媳妇儿的事儿，我肯定会做到的。你呀，就会打趣我。娘，怎么样？秘方要到了没有？要是拿到手了，我和大郎明天就去摆摊儿。要秘方？要个屁！陈氏，你个搅家精，你是不是故意挑拨我和我儿子的关系？我们家老三赚了钱，难道还能不孝敬我这个当娘的？你蛊惑我去向他要秘方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娘，您真是冤枉我了。我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好，我们要是能做点营生，也能给家里减轻负担。望儿科考、拜名师、赶考盘费，哪一样不要银子？娘，您是不是又听老三说什么了？您不能冤枉我呀！好你个陈氏，居然还挑拨我和老三的关系！我们老秦家怎么娶了你这么个搅家精？看我不让老大休了你！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大冬天的，您躺在地上干什么？你眉毛底下挂的2个蛋是用来出气的吗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是躺在地上的？分明是被你这宝贝媳妇儿推倒的！你们一家子可好得很啊！我好吃好喝供着你们，到头来就这么对我。娘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，刚才我只想躲开您的巴掌，一不小心力气用大了。我也是为了秦家，为了您孙子考取功名，若不是为了让您晚年享福，望儿读书还有什么意义？老大媳妇说她也不是故意的，你就不要跟她一般见识了。要是传出她母亲不敬婆婆的闲话，让她以后怎么在学堂立足？是啊，娘，望儿可是咱们全家的指望，家里都指着她光宗耀祖呢。这事儿都是陈氏惹的祸，您要是不解气，我替您打她一顿出气。大郎说的对，今天的事都是我的错。娘，您要是还不解气，就再打我一顿吧。行了，地上凉，赶紧起来吧。娘，我也知道这些年为了望儿读书，花了家里不少银子，我也想多做点事儿，多赚些银子，给家里减轻负担。是啊，娘，咱们毕竟是一家人，要说错，这件事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贪心了，不该跟三弟他们要秘方。这事儿你没错，你也是为了家里着想。不行，我再去问问他们那个东西的秘方到底是什么。行了，我刚才已经找过老三了，这卤煮火烧没什么秘方，就是猪下水配上白面饼子，你们要想摆摊就自己去弄，至于赚不赚钱，看你们自己的本事。明天你就进城买一副猪下水，再做些饼子，咱们也出去卖，生意肯定不会比他们差。这样能行吗？要不还是让我爹再去打听打听。听娘说的简单，别做出来一股猪下水的膻味儿。猪下水也是肉，肉煮出来哪有不香的？你又没吃到嘴里，怎么知道会有膻味儿？爹，我和素娘也是为了咱们家，为了望儿的前程。既然他们想做生意，你就给孩子们拿点银子吧。老三和老五都能做，老大一向机灵，肯定也能行。我手头那点银子可是留着给望儿交来年束生的。娘，您把银子给我们当本钱，等赚了钱再给望儿交束修也是一样的。反正书院的束修是年后才要交的。这是1两银子，就这些了，你们都拿去吧。若是赚不了钱，来年望儿交不上束修，我再找你们2个算账。
老五，你吃晚饭了吗？锅里还有点剩饭，你要是没吃，就去锅里盛。老五一天到晚跟老三搅和在一起，给老三当牛做马，连家都不知道回。难道老三还能连顿饭都不管他吗？大哥说的对，三哥可不像有些人忘恩负义、狼心狗肺。三哥说了，我的好他都记在心里，怎么会连点饭都不让我吃？家里这点粮食还是留给咱们家的光宗耀祖吃吧。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房间休息了。爹娘，你们看老五这个态度，他根本没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。我看他这样都是跟老三学的。行了，都说家和万事兴，你们一天天闹得家里鸡飞狗跳，没个安生的时候。哼，就不能让我清静几天吗？陈氏，你一会儿麻溜把了碗筷收拾了，别一天天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，看着就心烦。这个家一天到晚有干不完的活，真是烦死了。就他们煮出来的这个东西，看着都没食欲，真能赚钱吗？我这1两银子，怕是要打水漂了。卤煮火烧，香喷喷的卤煮火烧哟，有肉有汤，还有白面饼子。客官，保证您吃了还想吃。不用理他们，看着就是了。客官，来一碗尝尝吧。8文，只要8文一碗。香喷喷的卤煮火烧，只要8文钱。都是卤煮火烧。老板，怎么你家卖12文，人家那边只卖8文？你们要是也卖对面那个价，我天天都能来吃。这位客官，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，换作是我，心里肯定也是一样的感受。可您也得明白，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。我若是卖8文钱一份，连本钱都不够。您吃了咱们家这么多回，应该也能尝出来，我这锅里放了10几味滋补药材，都是大补之物。光这些材料的成本就不是个小数目。咱们做生意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赚点辛苦钱吗？我若是1文钱都不赚，大冷天站在这里图什么？他们敢卖到8文一份，就说明他们8文钱也有得赚。您不去吃他们家便宜的，偏要吃咱们家贵的，说明客官您在吃喝上是个讲究又有品味的人。大兄弟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看他们锅里煮的那些东西，是一点想吃的欲望都没有。客官来一碗吧，只需要8文钱。你们做的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一股臭烘烘的骚味儿，难闻死了！这根本不是卤煮火烧，赶紧把钱退给我！客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生这么大的气？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我刚才已经说的很明白了，你这根本不是什么卤煮火烧，真正的卤煮我吃过，一点腥臭味都没有。人家那饼吸饱汤汁以后还有嚼劲儿，你看看你做的是什么东西？你别想着糊弄我，正宗的卤煮火烧我可是吃过的。客官，你说这话我可就不愿意听了。这是不是猪下水？这是不是白面饼子？同样都是猪下水配白面饼，你凭什么说我们这不是卤煮火烧？行，今天的事儿算我倒霉，钱我也不要了。你们家这卤煮火烧，谁爱吃谁吃去吧。这才叫卤煮火烧，刚才那2个人卖的东西难吃的要死。就是他们那锅里的东西看着就让人恶心，可别提了，我刚才吃了一口，早饭都快吐出来了。老板，再给我来一碗你们家的正宗卤煮火烧。承蒙各位赏脸，我们家的卤煮火烧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店，诸位以后可得认准了。6文，香喷喷的卤煮火烧，只要6文钱一碗。刚才不是有人说难吃吗？便宜不能乱吃。你们家的东西是便宜，可这能好吃吗？当家的，你打个样，吃上一碗。当然好吃。我不吃了，我不吃了。别走啊！当家的，继续吃啊！快走，连卖东西的人自己都吐了。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赚了多少银子？赶紧把钱交出来，别放在你们手里胡乱花了。这可是旺儿明年的束修。这是一点都没卖出去啊！你们2个败家玩意儿，这可是1两银子的本钱呐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居然会相信你们这2个搅家精！行了行了，你少说2句吧，先听听他俩说说到底咋回事。你们去卖猪下水，这怎么一点都没卖出去？爹娘，你们说都是自家兄弟，3弟和5弟是不是太过分了？给的是假秘方。哼，
你们自己没那个天分，还埋怨起老三来了。我是他亲娘，他还能骗我不成？要我说，就是你们清洗的猪下水不干净，你们能卖得出去才怪呢。娘，你怎么能睁着眼说瞎话呢？味道不可能差那么多。那也不一定，你媳妇儿做的就难吃的要死。爹，你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！老三骗了我们就算了，旺儿可是咱们全家人的指望，来年是要下场考试的。若是因为这事儿影响了旺儿无心学习，再考不上怎么办？老三确实过分了，等老三回来，我亲自去问问他。妹妹真可爱。你这臭丫头，怎么防我跟防贼一样？我还能把你娘和你妹妹吃了不成？这是奶奶来看我们。娘，您别生气，大丫她不是这个意思。您先在屋里坐下，外边天气凉。老三和老五还没回来吗？还没回来，他们一般回来都到下午了，毕竟还要采买第二天用的东西。真是没想到，我这几个儿子就属老三最有能耐，以前还真是我小瞧了他。老大两口子见老三和老五卖那个什么卤煮火烧赚了银子，也跟着去城里摆摊去了。不过他们没卖出去，还让老三在城里损了一顿，回家又找老头子告黑状了。等老三回来，你提醒他一下，他爹一会儿怕是要来，让他做好准备。行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娘，我奶这是在给我们通风报信吗？算是吧。可是奶不是一直喜欢大伯他们一家吗？他从小就把堂哥当个宝贝，今天怎么想起给咱们家通风报信了？奶不是撞邪了吧？就不兴你奶突然醒悟，发现你大伯一家根本靠不住，想起了你爹的好吗？看你这愁容满面的，这是怎么了？三郎，你可回来了。下午娘来过，说起大哥大嫂也去市集摆摊的事，然后回家向爹爹告状。娘子和丫头们都还没吃饭吧？正好我和五弟也饿了。三哥，我看爹和大哥这样子，是不拿到卤煮火烧的秘方不肯罢休，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慌什么？这卤煮火烧的秘方就咱们两个知道，咱俩不说，他们还能严刑逼供撬开咱们的嘴吗？他若是硬对着咱们两个来，我倒是不怕了。大哥、大嫂那两个人你也知道狡诈的很，我怕他们会拿三嫂和几个侄女说事。三郎五弟，你们放心，我没你们想的那么脆弱。你们兄弟俩这么护着我们母女几个，我们自己也要立起来。我以后不会任由他们欺负的。行了，这事你们都不用忧心了，有我在，天塌不了。娘说的对，他们到底还是来了。爹，您怎么来了？是不是来商量咱们家小五满月酒的事儿？一个丫头片子还办什么满月酒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娇贵的富家千金呢。大嫂这话说的可就不妥了。丫头怎么了？那也是姓秦的种，也要喊爹一声祖父的。谁的孩子谁疼？大嫂不心疼我家的几个丫头，我和三郎还心疼呢。我儿将来是要考科举的人，我不跟你这没见识的一般见识。大嫂这话可就要叫人笑话了。我当年好歹也是秀才之女，我爹距离举人也是一步之遥。若论见识，我觉得我倒是比大嫂大字不识一个的要强一些。你个破落户之女！陈氏，你给我闭嘴！我今天不是来找你麻烦的，我是来找老三要配方的。三郎进城尚未回来，至于他考虑的，我也不知道。爹，你看看老三家这是什么态度？你可是他公爹。行了，都少说两句吧，一天到晚的没一个消停的时候。若不是为了你们，我也不至于豁出去这张老脸。爹娘、大哥大嫂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哼，老五现在知道叫大哥了。你们用假秘方忽悠我们，害得我们在集市上出丑，连望儿来年的数俸钱都赔光了。看你们这副模样是来兴师问罪的，那就别说这些废话了，直接把你们的目的说出来。老三，我今天来就是要问你一个准话，这卤煮火烧的秘方，你到底能不能交出来，让你大哥大嫂做生意？你们逼我交出秘方，我现在不肯。你们是不是还准备去村长那里说道说道？行啊，我也想到村长那里说道说道，让村长评评理，断断是非。你就非要把这件事弄得人尽皆知吗？爹，你好像把事情弄反了，不是我非要把事情闹大，是你们不讲理。好！既然老三执意如此，你去把村长叫过来，我倒要让村长看看这个逆子还有没有一点孝道。爹说的对，既然三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这就去请村长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又闹起来了？有什么事不能商量着来，让村民看见了，不是平白叫人看笑话吗？本来我也不想为了这点小事麻烦你，哼！可我们家老三不孝，还闹着要分家，我总得找你这个村长说道说道。怎么？还是说你当了这些年村长，连我们家的小事都不愿意管了？老哥哥，你说的这是哪里话？抛开村长的身份不谈，咱们毕竟是本家，哪有不管的道理？爹，做人可不能倚老卖老。我知道您脾气大，可也不能把气撒到村长叔身上。人家好心过来调解，您不能仗着比村长叔年长几岁，说话就阴阳怪气的。好侄儿，不碍事。你爹是我的老哥哥，说我两句也不打紧。我听说你最近带着老五在城里做生意，还干得有模有样。以前倒是叔小瞧你了，这营生可惜是干不成了。不是干得好好的吗？怎么就干不成了？还不是因为我爹偏心，非要逼我把秘方交给大哥大嫂。村长叔，您来给评评理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爹也是为了秦家的将来考虑，望儿在学堂读书，
每年的数分和笔墨纸砚都要耗费一大笔银子，没有炉煮火烧的秘方，来年怕是连送旺儿去学堂的银子都凑不齐。旺儿可是我们秦家唯一的指望。我只是让老三把秘方交出来，又不是不准他继续摆摊儿，他照样可以去城里做生意，并没有什么损失。老哥哥，这件事是不是有些不妥？秘方是老三自己的，现在让他平白无故拿出来给大房，他不愿意，旁人也不能强迫。什么你的他的，我是他老子，现在还没分家，这个家就该由我当家做主。村长叔不必为难，我爹偏心也不是1天2天了，反正我早就习惯了。他想要炉煮火烧的秘方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我也有一个要求。老三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爹尽量答应，就当是对你的补偿。炉煮火烧的秘方可以给你们，但我要分家。老三，你说什么？我要彻底分家，敬告天地祖宗，开祠堂，立下分家文书，文书还要送到官府备案盖印，谁也不能反悔。老三，你混账！哪有儿子先提出分家的道理？就你这个要求，告到官府都得先打你30大板。那爹就把我告到官府吧，这30大板我愿意挨。不过炉煮火烧的秘方你们就别想了，我就是把秘方烧了，这辈子烂在肚子里，也不可能交给秦鹏这一家蛀虫。你个不孝子！你这是干什么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非得动手？老三，你当真要分家？是，你们若是想拿走炉煮火烧的秘方，就必须分家。我同意老三的提议，分家吧。老嫂子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老三要的分家不是闹着玩的，真立了文书，你们往后就是2家人了。我当然知道，分了家以后，我跟着老三一起过，到时候让老三给我养老送终。娘，您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是家里的老大，真要分家，您和爹也应该跟着我一起过。您若是跟着老三，村里人还不得戳我们2口子的脊梁骨？你们兄弟已经闹到这个地步，再住在一起也不可能和好了，还不如趁早把家分了，各过各的日子。你也不用怕人戳脊梁骨，我跟着老三，让你爹跟着你，一边一个，这样公平公正。我看你是老糊涂了，你还跟着老三他们一起胡闹。爹若是不同意，卤煮火烧的秘方，这辈子都别想拿到。你敢！老三，我看你是要反了天了！你信不信我让爹把你逐出家门？行啊，只要能离开你们这一家子吸血鬼，我求之不得。行，既然你执意要分家，我答应你。不过你也得把卤煮火烧的秘方交出来，而且以后这项生意要全部让给你大哥大嫂。你和老五不能再去城里卖卤煮火烧。三哥，那我们以后怎么办？没事，我已经想好了。行，我认。不过你们得把若薇的陪嫁书籍还回来。行，既然你已经决定，那就这么办。分家。行，既然你们双方都决定好了，我就替你们把话说明白。分家之后，卤煮火烧的秘方归秦鹏一家，秦朗和秦昭不得再去城里售卖卤煮火烧。老哥哥以后跟着老大过日子，老嫂子跟着老三，各房各尽孝道。那我呢？你跟着我。既然老嫂子发话了，那老五也跟着老三一起生活。明天上午开祠堂分家。